福井縣位於日本北陸地區，算是北陸3縣中影響力較低的一個地區。很多朋友應該看過老宋之前拍攝的福井縣東尋坊，這裡是福井縣日本海岸非常知名的自然景點。福井縣另一大特色是，只要出了福井站就能看到的巨大恐龍。福井縣最標誌的就是這個恐龍，站前就有一個特別大的恐龍。因為在福井縣發現了大量恐龍化石，這裡也把恐龍打造成了一張很有代表性的城市名片。不僅在街頭各處能看到各種恐龍雕像，還專門建了一座規模很大的恐龍博物館，成為當地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，同時也是日本規模最大的恐龍博物館。但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離福井市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小城，面積不大，人口也不到7萬人，但這裡保留了超過上千年的傳統工藝。不但日本絕大多數高級餐廳的漆器餐具來自這裡，而且全日本90%以上的眼鏡框都是這裡制造的。可以說90%的日本人沒來過這裡，但90%的日本人都用過這裡出產的東西。他們有一個叫西山公園的地方，還挺有名的，也是被评為日本100公園之一啊。然後旁邊有一個道の駅公路休息站，一大早這麼多人，整個停車場都停滿了，賣當地土特產的店。這種店的話，在地方就特別受歡迎，當地人游客都會來的。這還挺可愛的，當地產的這些蔬菜、農產品，這挺適合早上配個咖啡的。剛好旁邊有這個咖啡餐車，然後買了一杯拿鐵，配着剛剛買的那個蛋糕，早餐。旁邊有一個西山動物園，而且這個動物園它是免費的，還挺不錯的。據說是日本最小的動物園，這完全就是當地市民的一片活動中心。往上走的話，有一個高點的展望台，可以俯瞰城市的，環境還不錯。底下還有一片開闊的場地，很多人在那邊野餐。城市各個角落都有眼鏡的元素。好，這個地方到動物園了。他们这個動物園是免費的，還挺難得的。然後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意了，可以捐款的。他們應該放一個掃碼機。這應該就是園內最受歡迎的明星動物了，整個園區都在宣傳它。怪不得很多人來看它，確實挺可愛的。而且挺捧場的，一直在場內轉來轉去，各個角度大家都能看到它。果然大家說是最小的動物園，確實就這麼點兒。這個動物園就是主打他們的小熊貓的，旁邊還有一個小熊貓之家。到那個展望台上來了，這邊就可以俯瞰整個城市。基本上都是低矮的房子，沒有什麼太多的高樓。畢竟也就大概6點幾萬人的一個小城市。然後前面的這個區域應該就是市中心的地方了。
穿過眼前鋪開的大片農田，接下來要去的是一個叫做和合田的小村落。和合田位於清江市的山間，狹窄的街道兩旁分布着大量傳統民居，環境樸素安靜，看似平平無奇，不過這裡卻是日本最重要的漆器產地之一，是著名的越前漆器的發源地。日本各地其實有一些這種特別的神社，像這種貓神社啊、溫泉神社，還有這種鐵道神社。這個地方呢叫漆器神社，當然因為他們這個和合田地區啊，主要是漆器之鄉，傳承了上千年的這個漆器的工藝，也是保佑當地的產業發展的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和合田地区的话，他们叫漆器之鄉，所以他們專門建了一個漆器之鄉會館，在這個地方展示他們當地漆器的這個工藝。日本很多的有名的餐廳，他們的餐具都是這個地方生產的，越前漆器非常有名。作為介紹和展示當地漆器工藝和文化的設施，會館裡用文字、圖片介紹了越前漆器從木胎的製作、打磨、上漆等製作的全過程，也擺放和展示了大量從傳統到現代的漆器作品。整個漆器的製造過程當中，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這邊寫的叫塗師，他的這個手藝啊，他的這個技術真的是影響最終的成品的效果，因為他要保證這個漆塗上去沒有任何的這種雜質，然後包括這種小的這個凝塊，所以他必須用和紙不斷的去過濾這個漆，然後再塗上去，保證這個刷毛也不會沾到這個漆上，保證最終的這種光滑和它的這個光澤的呈現，所以這個部分的工藝應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體現這個所謂的工匠精神的部分吧。還有一些這種現代的漆器產品，包括手機殼，真的是很漂亮啊！看起來這個光澤特別的柔和細膩。在日本，幾乎人人都聽說過越前漆器這個名字。當地的漆器工藝最早起源於約1500年前。相較於僅作為觀賞的藝術品，越前漆器在保證美觀的同時，更注重日常使用的耐久性和實用性，品質很高。日本全國酒店、餐廳以及高端的旅館中所使用的漆器中，約有80%都來自當地。另外，越前漆器的靈魂在於，職業匠人會反覆地塗抹多層天然漆，每一層都需要在特定的濕度和溫度下晾乾，最終形成厚實且溫潤的質感以及優雅的光澤。現代社會中，我們常常會過於追求實用性和便捷性，很多日常的小物件幾乎沒有人在意它的造型如何、材質如何。當大量生產、標準化生產越來越普及的時候，像這種手工制作、對傳統工藝不斷鑽研和傳承的精神，其實就顯得尤為難得。不過他們的餐具啊，看起來應該真的是用當地的漆器做的。70年ぐらいやってるの。長いですね。同時，越前漆器還有一大特點是當地發展出了極其嚴謹的分工體系，每一道工藝都由專業的匠人完成，從而在保證傳統技法的同時，實現了穩定的供給。當天在工坊裡演示的師傅，一位是專門做塗飾的匠人，自己一輩子70年都在鑽研這項技術，也很希望自己的手藝能繼續傳下去。
除了木頭以外，當地還有用鮑魚殼制作的漆器產品，也很受歡迎。另外一位是有名的沉金師，先用特制的刀具在漆面上刻出細膩的線條，然後再填入金粉。說是最早技術從輪島傳過來，小時候就跟着周圍的師傅學，算是耳濡目染，做了一輩子才剛剛敢說有一些成果。有意思的是，我問說您父親就是做這一行的嗎？他笑笑說，我父親是做眼鏡的，可我反倒做起了漆器這一行。一個小家庭也串起了當地2大的手工產業。粉色的車，因為他们叫福井幸福鐵道，所以他们的車的塗裝是粉色的。這裡是京江站，原本其實是 JR 北陸本線的線路，但是因為北陸新幹線的開通，所以這條線路就交給地方鐵道經營，所以他們把它改名叫福井幸福鐵道線。站前有特別大的一副眼鏡，他們這個自動販賣機上面的塗裝也是眼鏡。這條街叫眼鏡之街。メガネの街鯖江，眼鏡之城，清江。然後這台階上有很多的眼鏡。對面那個欄杆，它也是做成眼鏡的這個形狀。然後這條街叫眼鏡之街。在福井縣清江市，除了越前漆器，最出名的另外一項就是眼鏡。清江市生產的鏡礦佔全日本市場份額的90%以上，是全球3大眼鏡產地之一。連這個花壇啊，你看它也是做成眼鏡的這個形狀。當地還有一個特別有名的，就是他們的眼鏡博物館 （Megane Museum），他們都用的是他們日文的這個發音 Megane。这都還挺大的，它不但有這個博物館，然後還有體驗工坊，另外還有就是眼鏡店，可以順便來配個眼鏡。眼鏡博物館內展示了從日本江戶時代到昭和時代眼鏡的歷史變遷，包括造型和材質的變化，以及當地首先研製出的鈦金屬的框架。這一突破也讓清江眼鏡在1980年代就引發了全球性的鈦框架的熱潮，奠定了其高端市場的地位。另外，還有100多年前的製作場景的復原，可以看到當時純手工打造的工具和方法，還收藏並展示了許多日本名人、藝人曾經佩戴過的眼鏡。對面這裡就是眼鏡店。好熱鬧，好多人啊！旁邊的直營店據說匯集了當地約50家製造商生產的上千款的鏡框，人氣很高，很多人來都會順便配上一副眼鏡。價格雖然不便宜，但是應該是比其他地方應該稍微要便宜一些。這3萬多眼鏡框，就1500塊錢左右吧。當地的眼鏡還是算相對來說比較貴的。都是當地產的，差不多看了一下，就是4萬、3萬左右，多的會比較多一些，還有貴的要9萬塊，也有當然便宜稍微便宜一點的話2萬多，一般都是3萬多、4萬塊。本來想挑一個眼鏡，順便來配一副，但是選了半天沒選到合適的。很多人應該聽過越前國這個名字。越前國是日本古代令制國之一，大致位於福井縣中部地區，所以現在的福井市、清江市和越前市以及周邊也被稱為越前地區。然後看到這邊評分非常高的一家咖啡店，還挺有名的，在當地。打算這邊休息一下，喝個咖啡。
這裡是日本極為罕見的傳統手工藝密集的地區，除了前面看到的漆器和眼鏡，這裡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紙張產地之一，有和紙之鄉的美稱。當地的和紙以周邊的樹木為原料，憑借純淨清冷的雪融水和精湛的工藝，制作出了質地堅韌、紋理細膩又經久耐用的紙張，曾被德川幕府指定為官方用紙。包括日本最初的紙幣、現代藝術的創作和室內裝飾，越前和紙都是極高品質的象徵。另外，当地的越前打刃物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刀具，也很出名，是日本首个被指定为国家级傳統工藝品的刀具產地。獨特的鍛造技法讓當地出產的刀具保持極高強度和鋒利度的同時，也兼具輕盈和堅韌的特色。所以無論是廚師使用的高級廚刀，還是堅固耐用的鐮刀農具，越前打刃物都以非常標誌性的鍛造紋理和極致的實用美學，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。想說來都來了，順便到這個越前海岸來看一下日本海一側的海岸。哇，現在剛好是這個夕陽西下的時候，很漂亮啊。越前和清江其實並不特別發達，多山，土地不算肥沃，以前光靠農業很難維持生計，人們就開始發展像和紙、漆器、刀具等手工技藝。而且作為日本海側的好雪地帶，手工藝也正好緩解了冬季農閒的經濟壓力。而且這個地區的自然條件也很適合這些工藝，水質很好，適合造紙，有山林資源可以提供材料。再加上到了50時代和近代，這些手工藝與生活密切相關，自然需求都非常穩定，手工經驗也一代一代地傳了下來。其實後來很重要的是，這裡形成了一種分工很細的生產方式，不是一個人做完所有的工序，而是很多人各自負責一小部分。這樣一來，每一道工序都可以不斷地提升，也更容易長期維持。另外，更重要的一點是，在工業化高度發展的今天，當地還沒有摒棄傳統的手工製作、手工錘煉、手工塗抹、手工打磨等，保證穩定而高品質的輸出，所以才會讓這些工藝不但沒有消失，甚至變成了影響整個日本的產業。眼前這裡是他們越前當地的新幹線的站，叫越前武生站，還是挺大的。然後新幹線的站旁邊有一個公路休息站，這裡面有一些餐廳。這個地方2樓有一家餐廳，開得還比較晚，到10點鐘才結束。這邊也是海鮮比較有名，他們有這個蟹肉凍、蟹肉的蓋飯。想說來越前了，吃個越前蟹，點了一份越前當地產的這個雪蟹的蟹肉飯，還是看起來挺多的，不過這價格確實也不便宜，一份飯是3000塊日幣，算是比較貴的了。但是想說難得嘛，來這個越前了，當地的蟹還是相當有名的，在日本。嘗了一下，這個蟹肉真的是非常不錯，很鮮甜的口感。主要是我也很喜歡吃螃蟹，好久沒吃到螃蟹了。另外它這個肉啊，看起來是一絲一絲挺鬆散，但是其實吃起來還是挺緊實的，挺有彈性的這個肉質。大概是因為餓了，而且真的是很可口，所以很快就吃光了。當然它的量也不是特別多啊。然後越前蟹吃完之後也感覺這麼遠來越前也算是滿足了。第二天去了福井縣南部的三方五湖，也是福井縣非常著名的一大景點。三方五湖是位於福井縣若狹地區的5個相連的湖泊群，因為每個湖的水質不同，顏色也會有所變化。This is a good day as any to start the rebuilding. 福井縣雖然不算熱門，不過從北到南也是各具特色。
北部有老宋曾經去過的東尋坊，這裡有日本海沿岸的壯觀海景，以少見的柱狀岩石和險峻的地形聞名。中部有福井市的恐龍博物館，以及傳統手工藝出名的撒拜和越前，而南部則有眼前這樣安靜的湖和山。當然，美食上也可以順便品嘗一下著名的越前蟹，不過錢包得準備好。如果有機會，大家也可以到福井來慢慢的走一走，看看手工藝，享受一趟不一樣的旅行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祝你有一個好心情，我們下期再見。